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节目。今天我跟大家说说继续说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已经做了2期了，这是第3期那前2期呢，详细说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不管川普赢了还是输了美国都有可能发生大乱，大的动乱，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是比较大概率的事情嘛？那个族群之间的撕裂，对吧？极端对立，各个不同的派别的政治组织之间的极端对立，那引发了美国可以说应该是全美国今年会引发各个大城市大规模骚乱，甚至爆发内战，导致美国的国家分裂那具体内容分析请看我的第2期视频。和第1和第2期视频有详细的说明，就是川普赢了怎么样，川普输了怎么样，对吧？我不知道谁会赢，我不知道谁会输，但是我会把川普输了或赢了之后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大概率发生的事情，我为大家预测一下，大家感兴趣去看看接下来要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驻美大使馆消息美西时间10月6号0时起，从美国出发搭乘航班到华的中外籍旅客。要凭登机前48小时内取得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血清特异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并申请并获得带HS 标志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才能就是入境中国，才有资格入境中国。除此之外，还有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发布通知就是乘航班要必须提供2个阴性证明。那说实话，就是设置门槛，让你们不要进来。你们那边现在一塌糊涂了你们就自己玩吧。我们国内现在控制的挺好，虽然前段时间一些青岛全程检测，对吧？几百万还1000万就前2天又是哪里喀什吧，新疆喀什100多个，对吧？没有了我们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安全岛经济蓬勃向上。我作为中国人，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太高兴了，我太自豪了那前段时间从美国回国的一张机票最高炒到3万美刀一张那就10几万人民币是有的。我据说好像最高有20万了，报价报20万都有。那帮炒机票的那帮黄牛笑死了，发财了那最近好像机票的价格掉下来了，3000多美刀一张。但是呢，你机票价钱下来了，那国内双阴性证明又出来了，就是不让你去，说白了对吧？就是不让你去，那你们就没办法，你运气不好，对吧？所以呢，很多人都在骂然后血清报告一般要1周左右才能拿到，你加钱也不一定拿得到。你要知道欧美那个鬼地方他们那帮人所谓的人权都是自私自利，你知道吧？丝毫不为别人考虑，不为别人考虑的。没空，我下班了，下礼拜你预约怎么样，对吧？那么就是国内其实就不希望海外华人暂时不要回国了，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在骂，或者发牢骚，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拿中国护照，你国家就不管我了。不是不管你，你要为国内有14亿人你回来如果万一没弄好传染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里再蔓延起，那还得了是吧？我觉得大家都得顾全大局，国家已经很不容易很难了。上次我不是说了吗？战略忽悠局的政委金灿荣同志说，这次新冠疫情我们损失了至少5万亿人民币，你想可不可怕？我们1年的 GDP 去年100万亿，5万亿就是5%的 GDP 损失掉了，那可怕吧？吓死人了，我跟你讲。所以大家也要为国家考虑。再说你过来原来看一个新冠病毒重症病人好像20万，蛮厉害的，20万。现在不知道多少，所以呢，我觉得就各位就是暂时别回国，在这里在自己各个国家好好待着，做好隔离，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对吧？千万别出去别中招了，对吧？然后呢，等疫苗上市以后，赶紧去打疫苗，一定要打中国疫苗，疫苗打了就没事了，打2针。
打灭活疫苗啊，别打其他的那些信使啊，那些什么核酸蛋白，还叫个什么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都是新那个技术路线。过去没有成功过的例子啊，我觉得还是不靠谱。我觉得灭活疫苗过去一直成功了，没问题，对吧？我就等那个中国医药集团那个国药集团那个，我觉得不错了。那什么已经10月了，他说10月底嘛，对吧？还有1个月嘛，是吧？所以大家就再忍耐一下，大家彼此谅解。我们也挺那个觉得挺遗憾的，没办法了，那么对吧？那么眼看着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回不了国了。那眼看美国大选后要大乱，这个大概率的大规模骚乱是大概率的啊，大概率的。那么我今天跟他说，万一被我不幸言中啊，不是不幸言中，肯定要发生啊，大规模的骚乱，甚至内战啊，内战是概率我不敢说啊，我不敢说，骚乱是肯定的。那么在美国的华人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家园啊，还有保护自己全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里我要号召一下，全美的华人应该向在美国的韩国人学习。你看人家韩国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是如何抱团的，是如何团结一致对外的，和打砸抢烧的暴徒啊，激战了几天之夜，好像5天6夜还是6天5夜啊，从而保住了大部分的财产和家人的生命了啊，和家人生命了。这里我是有一个那个韩国大叔，韩国那个枪店老板开枪对那些暴徒开枪的那个视频，我等会儿放在那个说明里面，大家有兴趣去看看。那个韩国大叔啊，太帅了啊，真是条汉子，我佩服有能力有血性的男人啊，我佩服他，对吧？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有恩报恩，就得这样。那个快意恩仇啊，快意恩仇。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洛杉矶当年洛杉矶骚乱的简介啊。1991年经济危机席卷美国，通货膨胀、失业率暴增，这让洛杉矶雪上加霜。就在第2年92年爆发了美国100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动啊！就在和现在2020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啊！你看91年我们2020年跟91年相比，是这个情况恶化，有过之而不及啊，还有 get worse， 还要差啊！那个经济衰退。疫情蔓延，失业率暴增啊，族群之间极端对立，政治派别之间极端对立，对吧？情况更差。那骚乱起因呢？92年洛杉矶那个骚乱起因的导火索是那个前1年啊，逮捕并殴打1名醉驾黑人那个罗德尼金的4名警察被判无罪。那大量黑人对审判结果不满啊，对吧？然后美国那个跟那个这次那个跪压致死的那个明尼亚波利斯那个人那个事件差不多，对吧？就开始上街了，对吧？主要谁呢？参与暴乱大部分是黑人，还有少部分那个西裔啊、拉丁裔的，那包括墨西哥人啊，那暴徒主要针对的韩裔和其他亚裔、华裔和粤裔，他们呢主要针对他们的商店。他们那个，因为美国那边比我们国内说实话规划的好，它是商业区，就是全世界没有住宅的，全是工厂和那个仓库和那个商铺啊。那个商业区打砸抢烧，洛杉矶的韩裔美国人称这场骚乱为429事件，就在92年4月29日发生的骚乱啊。那个洛杉矶的韩国人黑人其实早就有矛盾了。早先的韩国城内那个租房子的租客都是黑人，地价不高，租金便宜。直到这里韩国人移民多了之后啊，变成一个那个Korean 那个 town 了，美国不是 China town 嘛，对吧？中国城它那边变韩国城了，租金也水涨船高，那很多黑人租不起啊，被赶出来了，所以黑人一直对韩国人怀恨在心啊，怀恨在心。那还有一个就是呢，91年一个黑人女孩在韩国城的一家那个超市去偷东西，结果被韩国老板娘发现，两个人要抢一个东西要抢回来，一个不肯被他抢，那老板娘火了，掏出一把枪，梆，把那个偷东西的黑人女人一枪打死了。然后呢，法院判呢那个过失杀人没有入狱，判个缓刑。那么当地的黑人社区极为不满。成为这次9·2那个429暴动的那个黑人报复韩国人的那个导火索契机，对吧？好，那么由于这个所有的亚裔，包括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还有包括日本人，我跟你讲，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大部分人英语不好的，语言不通。那暴动期间，在洛杉矶的韩国人几乎没有得到警察局任何帮助。
一名韩国的就是那个视频里啊，那个枪店的老板说，我们不会开第一枪，但是有人向我们开火。开火的时候啊，警察一听到枪声，不开车走了啊，逃之夭夭。我们非常失望。另外一名韩国人则谈到，你会相信任何别人来保护你的财产和商店吗？如果有国民警卫队在这里，当然好，国民警卫队是州政府派出的，对吧？但是没有啊。当暴徒在烧他们的商店的时候，他每5分钟就报一次警，打电话报警，没人理他，对吧？那韩裔美国人发现，那个警察啊，那个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社区啊，而是去保护那个富人区，白人的富人区。那整个那个韩国城，在那个洛杉矶的韩国人陷入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啊，打砸抢烧没人管啊，所以很多韩国人觉得害怕恐惧，就自发的聚集到韩国城啊。那用韩语电台。那电台那个车载电台手台车台对吧？组织志愿者使用武器抵抗暴徒啊，是很多人携带了一些简易武器啊，那个比轻武器嘛，那个霰弹枪啊、手枪啊，还有那个M1卡宾枪，那不是朝鲜战争时期的才有嘛？那个叫做 M1的卡宾，就是韩战时抗美援朝时期就有了，我估计这个家里的古董。保养的不错，拿出来就用上了，对吧？那随后啊，韩国人还以那个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自卫团啊，来保护自己的商店和财产。韩国人使用那个 M1卡宾枪、霰弹枪手枪，与抢劫的武装暴徒在街上交火，进行巷战把他们赶走。那这些那个画面实况全部被播到电视上了啊。韩国人还采取了好多种自卫措施啊，包括成立韩裔美国人受害者协会。啊，你看，人家知道，要成立组织，然后那个个人啊去有依靠组织，对吧？还可以打官司，还可以跟当地政府交涉，都靠一个组织。你个人一盘散沙是没用的啊！寻求支援，然后在屋顶啊，那个你看那个好多照片和那个链接上，屋顶上面那个就有掩体啊，对吧？这有掩体啊，韩国人有点意思啊。那这次大暴乱之后发生了韩裔对抗非裔事件之后。让美国的民众彻底认识了韩国人的那个铁血啊！就当洛杉矶城市成为一片火海的时候，韩国城的韩裔民众立刻团结起来了，韩裔韩国人都留在了商铺，并且成立了一个应急指挥中心，还有突击队啊，他们都有突击队在商铺顶楼堆设沙袋啊，还有那个家具啊，你作为掩体啊，拿着枪支准备，就是那些过来抢劫的那个暴徒啊，就跟他们打。就开枪，那个对峙啊，跟暴徒的对峙的对打不是对峙，对射持续了好几天啊，一共有四个啊黑人和有色人种被韩裔那帮人打死啊，韩国人只死了一个，但是财产损失了不少，有2300多家韩国人经营的商店遭到破坏和打砸抢，损失金额达4亿美元啊。死了一个人，2300家商店被抢，啊，金额达到4亿美元，1991年的4亿美元，不得了了，对吧？那在这场6天的骚乱中啊，5天6夜还是6天5夜，一共发起了3600起纵火案件，共有1100栋建筑被烧毁，财产损失估计超过10亿美元。当时还是加州州长的小布什派出了第七步兵师和陆战一师啊。陆战士不是在朝鲜差点被我们包饺子嘛，对吧？后来被他们逃掉了，就是那个著名的冰雕连啊，全冻死了，否则真被我们包饺子了，是吧？哎呀，说起来都是泪。第7步兵师陆战一师进入洛杉矶，才恢复了秩序啊。这场大骚乱中，一共有63人被杀，2383人受伤，超过12000人被逮捕。我靠，真的吗？那洛杉矶的韩国人面对气势汹汹的黑人暴徒，他们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束手就擒，对吧？而是团结一致啊，拿起武器自卫，拿起枪来自卫。最终他没有吃亏啊，成功的保住了大部分的财产啊，并使用那个武力啊，击退了大批人的那个黑人暴徒，必须点赞啊！那说这是91年的洛杉矶暴乱，简介说完了。那说现在美国现在有5个州啊，据那个媒体某一个好像调查公司统计还怎么样啊，内部资料
有5个州非常有出现暴乱的可能性里面上宾夕法尼亚州、Georgia 州、密歇根州、Wisconsin 对吧？Oregon 俄勒冈就是波特兰前段时间那个是 Antifa 的总部好像哇闹得特别厉害左派了那个这是最高等风险中等风险的是什么？北卡罗来纳、德克萨斯、Virginia 对吧？还有加州，还有新墨西哥州，就是中等那个风险的。那还有一些那个一批那个极右翼的民兵组织，很有可能活跃于上面的那几个州的那个首府周边城镇人口那个比较集中的城市以及那个郊区人口比较集中的郊区城镇郊区都会去。因为我上次好像前期视频里面说过，在美国那个右翼的白人至上极端那个种族主义的民兵组织有超过10万人所以这10万人一分，他们通过那个论坛还是其他的社交媒体一般的社交那个 Facebook 不行了对吧？还有那个 Twitter 也不行了。我记得上次有一个论坛 4chan 嘛，它有论坛就像天涯论坛一样，有视频有什么有可以社交的，很快就聚集起来了你们这帮人什么什么名字的什么什么队对吧？到哪里去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去穿的那个防弹背心，胸口背的那个弹夹，斜挎的那个自动步枪不是半自动的对吧？然后就去美其名曰去保卫投票站的人，去保卫他们投票。那人家一看不是你就是他的妈来威胁投票嘛？你说谁感觉会好我记得那个袁世凯那个中华民国当时也不是玩那个议会政治投票嘛，都这样。袁世凯就是不明说，就是派了持刀持枪的人就在旁边投票站旁边盯着你敢不投俺们袁大总统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哎呀，那随着美国社会各方面对选举意见的分歧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些民间那个武装团体和个人正在组织起来将自己置于一种那个公共保护角色的角色，对吧？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去武装监票2020总统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甚至我可以说惨烈最为惨烈的总统选举没有之一，我估计没有之一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分析说，无论是就是不管川普赢了还是输了，都有可能发生骚乱。我不说绝大概率很大概率发生骚乱，那么最终当选者可能是在11月3号之后的好几周之后才能确定，因为计票邮件那个票了数量不足怎么样对吧？但是就算公布结果了，随之可能产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将达到最大规模和强度，对吧？好，《纽约时报》这些预测就跟我那个2期的做的一模一样。《纽约时报》脑洞大开沙盘推演了一下那个10月3号选举日可能发生的场景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炮火最有可能从11月3号早上东海岸的某个地方开始，那里的投票站最先开始，也许是处于摇摆州的迈阿密和费城。迈阿密就是我原来待的地方。费城就是前2天刚刚杀了一个据说精神错乱的拿刀挥向警察那个黑人青年，刚刚被2个警察每人各开了7枪还是9枪，就是连续当就要打成马蜂窝了，然后又骚乱了。好，然后就上个礼拜吧，当天晚上就是持续骚乱，几千人冲到那个打砸抢烧，然后冲到哪里？我跟你讲，冲到沃尔玛去干嘛呢？抢东西，还把我们的枪柜，美国我有5-6千家，好像连锁店还是4000多家，我忘了，把沃尔玛是公开卖枪，把里面的枪柜的枪全抢了，那要损失那个被偷了多少枪？我跟你还弹药呢，还有武器的，还有弹药呢，你知道吧？那些活动人士可以在几个比较拥挤的投票站举行抗议活动，让那些排起长队的人陷入冲突。然后呢，某个团体可能直接袭击个投票站，伤害2党的投票工作人员，并制造出一种强有力的视觉效果或者哗那个大爆炸，或者乱叫鲜血怎么样烟雾反正就这样。拍好莱坞大片看多了那帮人美国的投票或者投票站在火焰中燃烧，投票全部被付之一炬是有可能的，烧掉了，然后
不承认你的那个选举结果，对吧？那这样呢，这个画面会然后现场直播立刻传遍全球，而投票当天的暴力和冲突肯定会影响投票率。那如果如果不利于川普那个选举结果的，他就会说啊，投票存在腐败啊，然后那个是拜登又说啊，你耍赖是你后面操纵的，然后两个人开始撕逼，民主党、共和党开始互相使劲吃奶力去攻击对方。我跟你讲啊，那这种事情会导致这个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冲突啊。那么谁会得利呢？还是就是在位的总统川普会得利？为什么？你赢了我全在他手里啊，还没交接呢，对吧？想叫川普交接没那么容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根据计票结果和那个民调进行一些计算。如果拜登在预测中遥遥领先啊，那川普就可能发现他不宣布选举结果，然后说啊选举存在欺诈或那个舞弊，对吧？那到那个时候，问题已经不在于那个候选人的总票数和他们的那个民调的预测差距有多大了，而是川普能够让他的那些粉丝Proud Boy 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极端组织和那个福音派那些白人福音派组织啊，就是川普愿意让他们相信什么，就是非常他可能利用所有他能使出的招数啊，来使那个投票无效。这我相信啊，就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分化，纽约时报那个采访的官员都预期啊，川普将在10月4号宣布某种胜利也有可能。我跟你讲啊，那与此同时，他还可能发表声明，以精心挑选的事实为依据啊，事实是打引号的，称选举确实是被操纵的啊，就像他一直警告的那样。那最后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美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大街上，那挤满了愤怒的人啊，对吧？那肯定的是吧？然后他很容易的可以召集鼓动他的那帮粉丝、忠实的支持者、粉丝那些捣乱分子、极端分子，把原本和平请愿的人群变成一片混乱的海洋。他们可能会即兴点燃什么轮胎点燃那些东西易燃物但是如果人群数量很大而且不稳定，情绪肯定不会愤怒对吧？那有可能发生冲突，那川普到时候就可以声称有理由动用联邦权力来维持秩序进入紧急状态，派国民警卫队，对吧？或派什么某些强力部门，那很正常他是在位总统有这个特权对吧？那有官员指出，川普的忠实粉丝那这是武装力量他们说是或者是军队。川普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段川普认为非常艰难的日子里去指挥并激活他，对吧？有可能的就是是一招暗手，对吧？杀手锏所以在美国的华人要好好向91年的洛杉矶的韩国人学习就是韩国人就是有多团结，有多血腥，就得跟他们学习。所以我号召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放弃原有的政治立场，放弃所有的私人恩怨大难临头不要各自飞，要抱团取暖，这样你才有可能活下来，才能保住你的财产。我跟你讲，和家人的生命。如果你抱着自私自利的想法或者有些人说我是反攻的，我是反华的，没用遇到这种大规模的骚乱，暴徒们才不会管你是不是反攻反华的，是吧？只要你长着一张东亚人的脸你就有原罪，你就会受到攻击。我跟你讲，那到时候警察才不会来管你华人的死活呢，他就管有钱人的白人富人区去了，还管你呢？你虽然你也一样交税税一分不会少交对吧？使领馆当地或者附近中国使馆领事馆的记录求助电话在手机里面存着。那么发生骚乱之后遇到攻击应该立即联系当地的或者附近的使领馆不过我认为使领馆没什么，使领馆为什么要他不可能派解放军来帮你嘛，那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也总归比没有好然后呢，
这几天啊，在美国的话就应该充分利用那个手台、车载电台、微信群、QQ 群，甚至那个抖音啊、海外版 TikTok， 对吧？那种方式啊，那个串联啊，联系所有其实居住在附近的或者熟悉的那朋友圈或者什么圈啊，或者单位啊，或者公司的华人圈啊，或者教堂那些教友，对吧？组成自卫队。那个充电宝多带几个啊，因为到时候万一没电了，你充电手机没电那完蛋，现在没手机真完蛋了啊！但说不准，万一到时候那些发射塔没了，手机没信号怎么办呢？我还没想出来这个解决办法，我要不就是靠人，通讯靠吼，对吧？通讯基本靠吼啊，靠通讯员骑个自行车，对吧？那么参考92年洛杉矶骚乱时韩国人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家人和自己多年来辛苦挣来的财产。那特别是开有店铺的商店，最好把店铺里面的那个存货物啊存到其他地方。现在提前先存好。那个门窗、那个橱窗全部钉上木板啊，怕他们把玻璃砸了，对吧？外面协议看起避风头看情况再说啊，看情况再说。那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对吧？那么最好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大家物资那个备好，然后开着车打个比方到 Chinatown 中国城啊，或者某一个华人聚集地比较多的一个，或者某一个华人酒楼，或者那个某一个建筑物集中在一起，我觉得群居比单独居住要好，安全性高，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对吧？包括你看韩国人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店铺啊，那个韩国几个街区了啊。那么我现在要列一下大概的简单的列一下就是发生那个大规模骚乱啊，只是骚乱不是内战啊，发生大规模骚乱应该必须配备的一些生活物资啊和武器啊。第一，武器啊，那个长枪、短枪霰弹枪还有足够的弹药。打个比方，弹夹你至少备个5到10个吧，一个手枪弹夹我记得是12发吧，1911是7发，那个 Glock 是20发，对吧？你就算 Glock， 你个5个弹夹100发子弹，那个 M14一个弹夹20发，10个弹夹200发子弹，差不多啊。那么最好呢，然后呢，你去准备做一点莫洛托夫那个鸡尾酒啊。那个具体我不说下去了，有点那个油管也会审核，你自己去网上搜吧，莫洛托夫鸡尾酒制作的办法应该都搜得到啊。你看你现在美国各地的枪店生意异常火爆，美国的枪子弹弹药已经脱销了。人家有一个那个被采访的那个枪店老板说，他在店里存了2年的那个枪和弹药，原来都存了2年，库存卖不掉，现在全部被一抢而空啊。那个年初到现在为止美国人新出售的枪支已经卖了1700万支了。你想想，美国才多少3亿人，平均2个人不到就一把枪不管长枪短枪，对吧？比任何一年都多。今年美国新1700万支里面有40%的人是第一次买枪，首次买枪，实在无话可说啊。等塔国变成这个鸟样，我真没想到。好，这是武器那是防身保卫自己用的，对吧？就是拒敌于射程之外，或者100米、50米之外，不能让他们靠近。万一靠近了，莫洛托夫鸡尾酒没办法了对吧？那点了就扔或者那个地雷或者怎么样，随便你们第二，提前准备好1个月左右的粮食、药品和其他生活物资我建议备好一些易于保存的物体和体积小、营养热量高的那个食物，口味就别管了有吃的不错了。打比方，压缩饼干、大米、面粉、那个面包、罐头，对吧？方便面之类的主食，对吧？还有什么？那如果觉得口味不够，怎么弄点老干妈？那算了，咸菜跟那个榨菜最那个，我觉得最实惠了。虽然在美国咸菜榨菜价钱也贵的要死，但是比老干妈还便宜了。老干妈好贵对吧？
那特别提醒盐盐一定要多备，很便宜。盐你就是如果没有榨菜，老干妈或者榨菜现在吃完了，弄点盐也不错啊，过盐，人没盐不行啊，对吧？还有什么盐是可以消毒的，放在那个水里面化开就能消毒，万一伤口破了或者怎么样了，是吧？一消毒就好了啊。那第二饮水也非常重要，饮水最好是密封的。大桶装的，像我们国内那种19升的一桶，美国不知道这种多少升，应该差不多，或者那个1升装的那种大瓶装的瓶装水，多准备一点啊，准备个多少加仑吧，我说不出来，你自己看吧啊，那个皮卡上面反正都得把它塞满啊，把它塞满。还有什么呢？蜡烛、火柴、抗生素。电池现在那个就是电动的那个手电筒的电池啊，不是手机没电池，手机用那个充电宝，对吧？这些手机都是一体化了，不能换电池了。燃料发电机你要用电吧？断电了怎么办？发电机用什么？柴油还有其他燃？一般都是diesel的，对吧？柴油还有卫生纸那个清洁剂还有一般的就是必需药品，抗生素消炎药那个阿司匹林这些，对吧？还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斧头锤子那个起子厨房的那些刀具万一不行拿刀也行是吧？都是必备的。还有什么酒，那个高度的 whisky， 白兰地 brandy， 还有那个或者有中国白酒的多备一点，白酒50多度60度50多度最好，起消毒作用。还有什么就是说万一不行可以当燃料用。消毒你知道吧？那个高度医用酒精是最好的，就是直接可以涂在伤口上。万一不行，拿那个高度白酒也行凑合着用就是怕万一受伤了。到时候为什么？万一受伤了，路上全堵的，你根本出不去哪里跑医院？医院远在天边那个5英里之外，你怎么办？10英里之外，平时开车一会儿，那个时候路上全是暴徒，你敢去吗？那怎么办？你伤口得处理吧，是吧？还有止血带。如果会缝那个伤口的，最好用那个缝伤口的那个羊肠线还是什么线还有那个针，对吧？这个哎呀，想想止血带，那个扎血的、止血钳之类的那如果是实在没法合群，单个家庭住在乡下某个大 house 里边或者1-2个家庭躲在里面了，我劝你们躲在那个地下室里面。美国不是 house 里面都有地下室嘛？地下室那个通气口多准备一点吃的什么东西多备一点，没办法武器都男人守在那个那个地下室不是有个楼梯嘛？守在楼梯口，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吧。我这一期节目主要说什么？万一发生大规模骚乱，华人应该在美国华人应该怎么做？那下一集我说的是，万一美国爆发内战，来不及撤退的华人应该在城市里面如何生存希望我们老铁们点赞、分享、留言、订阅，谢谢。